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就不发视频了，来给大家说说红警啊这个卡 bug 还有这个规则啊。因为呢，昨天呢我发了一期视频，就是那个防空车呀按 S 键，很多粉丝呢就说我卡 bug，然后怎么地，又发微信发私信给我啊，反正一直在说这个事。以前呢就有很多粉丝跟我说啊，不过这个视频呢我以前就想做，但是一直没有做啊。既然昨天一直有人说呢，我们就特意做一期这个视频来说一说啊。第一个点呢，就是红警啊，从来就没有所谓的官方啊，这个红警呢就没有什么官方制定的规则。第二个呢，现在的比赛规则呀，就是个别办比赛的裁判跟组委制定的，就是呢，有些人呢拿几个老板赞助啊，搞一个小型的比赛呀，就有几个别裁判了，他们制定的规则，呢是代表不了红警的啊。第三个呢，就是红警啊，历年以来的规则呀，都是有很多有争议的，各说各有理，根本就没有得到大家的公认啊。就是说我昨天用的那个防空车按 S 键卡攻速，很多人都在说这个事，对吧？但是在我当年参加比赛的时候，我根本呢就没有听说过有这一条规则啊。而且呢，这个防空车按 S 键，你们说是什么卡攻速、卡 bug， 但是我看到基本上啊，现在啊，所有的那个红警主播呀，或者做视频的红警啊，那个 UP 主啊，基本上都用过，对吧？所以说就根本没有得到大家的公认。第四个呢，就是比赛规则呀，它不断的限制盟军，基本上这些规则呀都是对盟军不友好的，就是基本上就是盟军不能这样，不能那样，不能这样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后面会说啊。然后就是盟军的出场率极低。因为呢，打比赛大部分都是盟军是打不过苏军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个别裁判不断的限制盟军了，他们是代表不了红警的啊。然后第五个呢，所谓的卡 bug， 我个人认为呢是破坏游戏平衡，没有应对之策的那个才算卡 bug 啊。为什么说这个比赛呢对盟军不友好呢？因为很多这个规则呀都是个别人制定的啊。以前呢我在比赛当中都没有听说过这些规则，然后昨天呢有很多粉丝说这个事呢，我就在群里面说了一下。因为我们呢有一个微信群呢，就是所有的主播基本上啊都在那个群里面啊，说蓝天啊、月亮山啊、芒果呀、贾西啊、255啊都在里面，对吧？我就说，我昨天呢用那个防空车按 S 键，他们说卡 bug， 你听说过这条规则吗？然后他们就在那个里面抱怨了，反正也在说这个事。我记得蓝天呢说了一句比较有意思的话，他说呢，这些东西啊对盟军都不友好。那个苏军那么强，为什么不禁止苏军的那个辐射兵呢？苏军的犀牛坦克呢？那个苏军的大兵呢也比较厉害呀。这个战网啊，这个苏军的大兵呢都比较厉害。这个狗啊，我记得以前呢，我们玩红警在腾讯啊，那个是标准的原版红警啊。现在这个版本呢，它不是标准的，这个大兵呢要强一点啊。所以说很多人呢都在说这个事啊。我今天就特意解释一下，对吧？然后这个盟军呢为什么不友好呢？就有很多人在说呢，这个牛车呢堵住矿场，你按一下这个飞矿，这牛车就出去了，对吧？我把这个速度调慢一点啊。就是按一下，这样就飞出去了。有人说你不能这样，你这样飞晃呢属于卡 bug， 但是我在我以前比赛当中呢没有听说过这条规则。这个为什么算是卡 bug 呢？因为这个牛车呀，你堵住了，你按一下它就飞出去了，对吧？这个在实战当中，在1对1打比赛当中基本上没什么用。为什么说没什么用呢？它虽然飞矿截短一点路程了，但是也有弊端，就是你的牛车一旦多了的话，它就会堵住矿。你要操作其他东西，你要操作狗、操作坦克，你一不留神，这个牛车就被堵住了，你看到没有？而且这个还要手动操作，还要点一下它才能出去，飞过来还要点一下，不点一下它永远堵住矿场的。所以说这个呢也不算什么 bug 啊，这个都是个别人制定的，它也代表不了红警啊。还有就是有些人呢打那个没有矿的小快递，没有矿的小快递，好多人说这个围矿场，对吧？哎呀，这个照错了，等一下啊。哎呀，好多人呢说这个围矿场，对吧？
就是打那个，这是冰天了，我是假设打那个没有矿的小快递。以前我也说过这个事，打这个没有矿的小快递呢，你造个矿场出来，会不会送一个牛车呀？你这个牛车又没什么用，没有矿的小快递，你要牛车有什么用？很多人呢就会把这个矿场围住啊，不光是我经常看到有很多主播呀，直播的时候经常都是这样围住矿场啊。就有很多粉丝说，哎，你围矿场是卡 bug， 这个又没得到公认，谁制定的规则啊？拿出来说一下看，我都不知道是谁说的围矿场是属于卡 bug 啊，就是因为没矿的小快递，你要牛车没有用，你这样把矿场造出来，你就没有牛车，对吧？这牛车的钱呢就返给你了。如果说你不让围，你不让把这个矿场围住，那你就会出一个牛，苏军也会出一个牛。苏军的牛车呢，它可以参加战斗啊，它是武装矿车呀。盟军的牛车有什么用？这盟军的牛车打这个煤矿的快递有什么用？所以说这个规则对盟军也不友好，对吧？还有就是这个冷冻兵啊，这个冷冻兵有很多人呢，以前比赛上也有很多规则啊，说这个冷冻兵不能冻住自己的建筑，你冻住自己的建筑，别人就打不了了，对吧？他说这个也是算卡 bug， 但是在红警圈里面呢，也有很多争议啊。很多人说这个照样不算卡 bug， 照样可以用，因为呢，人家造高科技要花多少钱，造冷冻兵要花多少钱，在实战当中这个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啊。你的坦克既然已经冲进来了，你不知道先打死冷冻兵啊？很多人就说了，哎，你用这个堵住建筑，人家不能打你的建筑，或者人家打你基地的时候你冻住，人家不能打你的基地了。这个规则呢，其实在实战当中打1对1啊，基本上用不到。我在1v1比赛当中，我基本上看不到，除非个别地图啊，就像那种大河奔流啊那种地图，有个路口，人家造个冷冻兵堵住，你就冲不进来，或者用防空车，或者用什么东西堵住那个路口，这样冻住建筑，人家就冲不进来。但是我觉得呢，这个对盟军来说根本不友好啊，这个也是有很多人有争议的啊。还有呢，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防空车按 S 键，就是这个防空车，你造那个防空车，你一直按这个 S 键，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卡攻速啊。还有盟军的神盾，那个神盾呢，打人家的基洛夫也可以一直用那个神盾按 S 键，一直点那个基洛夫，就跟这个防空车一个道理啊。然后我在群里面说呢，他们有些主播他们就说啊，他们说这个苏军这么厉害，那个犀牛坦克那么厉害，为什么不禁止犀牛坦克呢？那盟军的苏军的大兵110个，盟军的大兵210个，这个坦克犀牛坦克带那个动员兵，盟军很难顶得住，为什么不限制下苏军的伊拉克呢？那个伊拉克的辐射兵那么厉害，为什么不限制呢？所以说红警呢就没有所谓的官方啊，这官方都是个别人，他代表不了整个红警了。其实有很多粉丝也会说，那英雄联盟哪个厉害被削弱了。其实真正削弱的就是伊拉克的辐射兵啊，那个辐射兵是相当厉害，但是为什么没人禁止辐射兵呢？然后呢，我在群里面呢，我还听到芒果说了一句话啊，那芒果跟我说，他说呢，你如果做这期视频呢，你给我吐槽一下，就是说那个我上次参加冰天王的时候，有一个裁判制定的规则，不能偷。这个盟军啊，他居然不让双偷。我记得好像是有一年啊，他是那芒果的偷比较厉害，对吧？他就禁止的不让偷。这个不让偷，你守不住偷是自己的问题啊。你限制不让偷是什么意思？那对盟军也是不友好的，对吧？我记得还有一条奇葩的规则，就是他们这些裁判啊制定的这些规则呀，都是限制盟军不能怎么样，基本上很少有什么规则针对苏军的啊。然后又有一条奇葩的规则，就是说呢，这个盟军的出场率比较低，但是你们参加比赛的时候呢，或者打到决赛啊，或者半决赛的时候啊，规定了你哪一盘要用一下美国，用一下法国，要用一把盟军。你说这个规则是不是互相矛盾呢？你又限制盟军，然后又要规定你在哪一局当中，你要得用一局盟军，或者用2局盟军，或者用一局法国，或者用一局这个苏军，这个美国什么的啊。他这个规则的就是互相矛盾的。还有就是这个没有海战了，有海战的话，还有就是造船厂，造个船厂呢，用那个船厂修飞机，也有很多人在说，这个船厂修飞机也算卡 bug。这个怎么算卡 bug 呢？船厂修飞机也算卡 bug 吗？反正呢，我在群里面讨论呢，他们那些主播呢都在说这个事啊。反正而且他们
限制的这些规则呀，基本上每个主播都用过，这种啊，都没有得到大家的公认了。还有呢，就是这个盟军的牛车呀，这蓝天跟我说，他说盟军的牛车堵住这个苏军，堵住重工，人家的坦克都出不来，也有这个规则说，不，盟军的牛车不能堵重工，苏军的牛车可以，盟军的牛车堵住重工，坦克出不来。然后蓝天说了一句比较经典的话，他说呢，你这个牛车堵住你的重工，你能让人家千里迢迢走到你家把你重工堵住，你怪谁呢？说明你的水平不行，对吧？为什么苏军可以，盟军不行？因为盟军堵住坦克出不来。然后蓝天也说了，他说这个牛车堵住重工，又不是没有破解之道。一般呢，卡 bug 就是没有破解之道，比如假卖基地，对吧？或者超时空啊，把那个基地车装到气垫船里面，超时空传到地图外面去，保证自己不死，那个才叫卡 bug， 没有破解之道。这个牛车堵住重工又不是没有破解之道。如果你是苏军，你造个大头兵打这个牛，边打边修，这个牛车可以打死的。或者你造个蜘蛛钻一下这个牛，这个牛车一样会死，坦克一样可以出得来。你是盟军的话，你也可以用防空车打这个牛，也可以把这个牛车打死，对吧？你或者出个6人，重工没血了抢修一下，也能把这个坦克放出来呀。为什么他就限制盟军呢？不限制苏军呢？苏军的牛车就行了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规则也是没有得到大家公认了。还有就是苏军的那个辐射兵，刚才我也说了，特别要说一下那个辐射兵。有些人呢就会说英雄联盟啊，哪个比较强啊，就削弱呀。那红警又没有官方，所谓的官方都是跟英雄联盟一样，哪个英雄比较厉害，哪个英雄出场率高。你们看看这些年的比赛啊，基本上都是年都是苏军拿冠军。这个苏军出场率高不高？盟军出场率极低啊，只有个别海战地图盟军有一点优势的那个地图才看得到盟军，不然的话你看不到盟军。这个苏军出场率那么高，那个辐射兵那么厉害，你看有谁会管过这个事吗？那辐射兵为什么不削弱？那2-3个辐射可以阻挡千军万马以前我也说过，2个辐射兵阻挡千军万马，你坦克再多你也不敢冲。所以说呢，这个规则呢对盟军也不友好啊。那还有就是说这个防空车，我刚才也说了，你们说防空车卡攻速，这个盟军的防空打飞行兵，你们也知道非常的弱。那个苏军的防空那么强，打飞行兵那么强，为什么你不削弱这个苏军的防空呢？不限制的，对吧？而且盟军的防空只能进1个兵，苏军的防空可以进很多兵。盟军的唯一优势呢，就是可以修，可以造个偷车修理，还有呢就是升了3星打建筑比较厉害，而且他还不让按 S 键，这个我也没听说过，只是个别人的。所以说呢，我认为呢，卡 bug 就是没有破解之道，那个才算卡 bug， 对吧？比如假卖基地，还有就是刷钱了。有些粉丝也会经常说，你打冰天奋战呢，为什么都是玩生死斗呢？没有玩作战模式呢？因为作战模式你带的箱子你捡到苏盟基地你就能刷钱，对吧？那个人家没捡到苏盟基地就不能刷钱了所以说人家也没有破解之道，除非自己也有双基地，没有双基地没有破解之道。所以说我们玩混战的，基本上玩冰天混战的基本上都是生死斗模式。生死斗模式的，你就说有双基地你也造不了高科技，刷不了钱了。所以说这个刷钱呢，也怎么说呢？反正大家公认了，反正大部分人这个也没有得到大家公认，反正大部分人认为呢，刷钱是不允许的。所以说呢，因为你捡的双基地，人家没捡的双基地是没有破解之道。还有就是假卖基地，或者呢，还有那个不公平的一块地人家把基地装到气垫船里面，然后用那个超时空把它传到地图外面去，也是卡住一个 bug， 让自己保证不死。那个假卖基地有时候对拆的时候人家把基地卖掉，假卖就是所有的建筑全部卖完，没有建筑了，一个建筑都没了，我不会死，我只要有坦克在，我跟你换家，反正我没建筑你打不死我呀，这个才算卡 bug， 对吧？还有呢，就是月亮山说了一句他说我按这个防空车按 S 这个卡攻速他说他以前直播的时候也经常用。但是呢，有个粉丝有直播的时候，有粉丝说你是作为是某某某某冠军了，对吧？你不能用然后他就跟观众解释然后芒果就说，你为什么不解释呢？月亮上说我有一个观众今天说了，明天又有个观众又这样说了，我难道天天去解释吗？天天解释那么多费人呢是不是？所以说呢，他后面就不用了然后他还跟我说呢，更有一个奇葩的观众说呢，他说呢，你不能造游离改，你不能偷游离改，你偷游离改了，你也是卡 bug。
游离改是红警的第3兵种，怎么算是卡 bug 呢？游离改虽然恶心了，但是可以说红警20年打1v1这个2v2、3v3或者混战不算了，打1v1的比赛当中，我就从来没有看到有人造过游离改，还有人限制游离改，我真的是不知道他怎么想的。这游离改怎么算是卡 bug？ 游离改是红警的第3兵种。因为游离改呢，你要偷到游离改非常非常难了。你首先得要有2个基地，有苏军基地、盟军基地，你必须要造间谍，造了间谍进别人的高科技，进了别人高科技，你还得有苏军兵营，就是你必须要有苏军基地、有苏军兵营，你才能造游离改呀。但是这红警20年以来，我从来没看到过1v1比赛当中有人偷到游离改啊。所以说这个游离改呢，也不算红警 bug 对吧？反正是我觉得这个比赛呢，对于盟军不太友好啊。这个盟军出场率极低，苏军呢，一直限制苏军一直限制盟军这盟军那，盟军只有个别地图啊，比如呢海战地图，比如特别大的地图，你们才能看得到盟军了，不然你看不到盟军。还有就是呢，个别地图啊，有些的那个房主呢，他会限定法国不能使用法国，禁止法国。为什么就从来没有听说过限制德国、限制英国呢？他为什么要限制法国呢？就是因为那个地图对法国有优势，对吧？他就限制法国。那有些地图对苏军有优势，为什么没有听说过限制苏军呢？就是有些那个地图啊，他一开房的时候，他下面有个禁止法国。我就觉得这个也很奇葩，这各有各个强项，对吧？有些地图对苏军有利，有些地图对盟军有利，有些地图对法国有利，我就从来没有听说过针对苏军的规则啊。本来最后面呢，我是想把那个微信群里面我们几个主播啊在这里聊天呢，那个聊天记录发出来，我觉得特别搞笑。反正到了后面呢，我说了一下，我说要不要把我们的聊天记录发出去了，他们都说不要发，发出去等下又有拉仇恨的或者带节奏的，我说懒得发了啊。反正呢，我最后再说一遍啊，这个比赛规则没有官方，只有得到大家公认的，我基本上是不会用的啊。没有得到大家公认的这个所谓的个别裁判，他们是个别人，代表不了红警的。最后我想说一下啊，只有那种没有破解之道的才算卡 bug， 我是个人认为啊，反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意见不一样，比如假妹基地啊，还有那种卡空气墙的呀那种啊，还有那种刷钱的呀，反正还有很多啊，我一下两下也想不起来。反正只有我感觉没有破解之道的那个就纯属于耍赖，就属于卡 bug。像这种防空车按 S 既然杀，那狗也不能按 S 啊，那狗跑探路的时候，你为什么2个狗相遇的时候你要按 S 呢？你这也不算卡这个路径对吧？所以说呢，我觉得啊，这个比赛上的规则，反正我也很多年没有参加过比赛，我也说我现在呢对比赛也不感兴趣。有很多比赛啊也邀请我去做嘉宾啊解说呀或者什么呀，我就是一句话，我对比赛不感兴趣。你们想怎么搞怎么搞，你们想制定怎么样的规则，我也不参与，对吧？我不参与你们，你还说什么呢，对吧？反正就是你们制定的规则，不要来限制我们就行。我就是这一句话啊。可能这一期视频发出去呢，会得罪某些人了。反正我在群里面说了一下，那些主播呢，基本上都支持我的观点了。那我就做个代表来说一下这个事，对吧？你们比赛规则爱怎么搞就怎么搞，反正我们不参与。而且呢，我们也过了那个争强好胜的年纪，估计呢水平也有所下降啊。估计呢也不是以前的那种巅峰水平了，对吧？也有所退步。我们做视频的呢，主要的就是给大家带来欢乐。看我的视频，我估计很多看我视频的粉丝们都估计的只是当年很多年前玩过红警，现在基本上都不怎么摸红警，也没有玩过红警。看我的视频呢，就是给大家带来一点欢乐呀，有趣的视频呢，有时候下班呢放松啊，刷刷我的视频，对不对？基本上都是这样啊。也有可能哪一天我也不再做红警视频了，这个毕竟自媒体啊，这个游戏什么的也不可能长久，有可能哪一天我也不会再做红警视频了，也从此呢就退游了，再也不摸红警了啊。